有没有赤壁剑真武大大影响邪修表现。若你跟丫丫一样没有的话，并且人物低星等，其实我们可以把邪修拆开来玩啊。那这边要开始教大家如何用一个小颗的平民思维，去善用妙华佗的霸体，组出一个可以通关用的特化邪修。糟老头，你这真的是在给我疗伤？当然啦，我可是华佗啊。这边来科普一下哦，所谓的麻沸散呢，就是在三国时期华佗研发出来的全身麻醉药啊，是不是很符合这个游戏中对于霸体的动画设定？所以扛着霸体的人不怕普攻，不怕被打到凸眼睛，也不会有防御动作啊，完全就是一个痛觉麻痹状态。这里怎么没人去？绽放吧，红莲！而在通关的时候啊，只要有瞬间的霸体空窗哦，就会相当危险。哦，你看这边殷周瑜发动第一次的护盾霸体。打架也就算了，假如是通关有这样的破绽啊，被电脑追击就再见啦。有趣的是，邪修只要死任何一个人，就算不是死华佗，他的整个功能性呢，也就会完全崩解。我太难了。所以比起小颗硬要去凑邪修，结果突然翻车，直接损失2个带队官，还不如把它拆开来用3盾流比较划算。なんだこいつ。3点結束。没有错，要人人都有赤壁剑真武，那是天方夜谭啊。但我们可以除了华佗、殷周瑜之外，再加一盾，也就是列下侯惇，可以大幅的减少空窗期出现啊，保平安。你看在画面中，他们2个就是轮流在释放护盾哦，确保我们的霸体无缝接轨。那列下侯惇记得用溜溜球，不要跟殷周瑜一样拿专武，否则2个人的开盾的时机就会变成一样而没有时间差哦。最棒的是，我们只要用到一只凤貂蝉你的孙权、曹操全部解放，是不是可以出去带另一队呢？又多一队可以打啦。夏侯惇的武器除了溜溜球，也可以拿日月乾坤圈或其他的一些增怒快速的武器，也要避免列夏侯惇武力超过马超哦，这样马超就没有办法连发怒气啦。而当马超星等过低的时候啊，就可以让列夏侯惇拿智力武器，就能解决问题咯。而凤貂蝉的武器啊，假如实心会拿到凤仪特效，是整个热血大作战中真怒最强烈的 buff 哦。虽然只增加单体，使用3盾流以后啊，在通关上你会有相当明显的感受，连胜波次变多了。而以丫丫账号的强度啊，达到250关之后的敌人，光是普通攻击就痛死人，霸体慢慢的扛不住啦，还不是因为合体伤害而翻车了，这时候就要用到下一个人。还是我们直接看右边的图，人家普攻直接对着你扁一扁，你那个霸体扣血超快的。僕の時間だ。想不到吧？居然是我们无穷铁索战周泰。好，那你看哦，这里啊293之5的战报，在之前列下侯惇啊，从270关开始打不赢的关卡，周泰阵都可以过2波以上，并在有霸体防御的情况下去叠加周泰的铁索缠绕，会有额外再拿到31%的减伤。人在江湖飘，哪能不挨刀？大大增加我们生存防御，就不怕后期关卡电脑的恶心普攻伤害咯。就解决了战周泰啊，一直以来哦，他保护大家，帮忙吸收伤害，结果他自己短命的这个问题。哪能不挨刀？绽放吧，红莲！有了霸体的战周泰，的确可以在这个团队中扮演一个相当好的减伤角色。虽然没有展示动画这么的帅气啊，并且也没有什么破坏力啊，但经过了各种实验，这的确是一个相当适合小氪通后期关卡的平民阵容哦。これは丫丫上次玩 S7 就是这样子打到300关的呀。我这肚子里哪有枪出屠龙？那假如有些特化玩家呢，连列夏侯惇都没有的话，那你就可以使用魔董镯，
前期的电脑啊没什么伤害，所以呢，光靠这样的回血量啊，就可以让你残血的单位啊好好的恢复到满血状态。别忘了还有躲在角落的华佗呢。同时魔董卓的大招还有一个特效就是聚拢怪物啊，当他把人家吸起来以后，马超就可以使用闪电鞭快速震怒，并且丢下他的大招，达到降怒的效果，就能很轻易的在前面的关卡通大概2到4波没什么问题，拿到步步高升随机名将的奖励。那对于吴克来讲也算是完成任务啦。这个邪修我们用不到了，我们也把它关掉。这个阵容是你在270关或250关，看你念书的程度，你卡住了，你的星等上不去了。人在江湖打心仪，哪能不挨刀？绽放吧，红莲！绽放吧，红莲！喂，哎。来了，我将军挺住！以上就是这期的内容哦，为大家介绍了2个变种的邪修小客通关阵容啊。那前期可以用猎夏侯惇啊，直到你觉得再也打不动的时候，通常会是在250关左右啊。那你再换成战周泰上来，就会有非常好的效果。那你看这边战周泰的铁手控制时间其实也很长，而且可以聚怪，聚起来干嘛？给马超丢大招。独转心仪，人在江湖，将军哪能不挨刀？给我过来！